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53天，我们今天又要移动了。我们将从迈阿密的营地挪动到奥兰多，全程大概440公里。我们非常喜欢奥兰多的营地，所以呢，我们从迈阿密又回奥兰多，在奥兰多停留几天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去别的营地。离开这个营地呢，还是有点恋恋不舍的，特别是 Kevin， 我也有点舍不得。我舍不得什么呢？我舍不得我左右两边的2只壁虎。那天那个录视频的时候，我说它们是猫头鹰，我们校对了网上很多叫声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壁虎，像手掌大一样的壁虎。我再重温一下它的叫声，啊哦啊哦。2棵榕树上，我的左右护法要和他们说再见了。你学得很像，我觉得很像。我和他们相处了整整的10天，而且他们并不打扰我的休息。晚上我睡着了，我并不觉得他们在叫。哎呀，时时刻刻提醒我生活在迈阿密这个植物园里。那么这个营地呢，如果一定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挑一点缺点的话呢，那么有2点。第一点呢，它这个卫生间设施略有陈旧了。然后呢，洗衣房，你洗衣服呢，并不能刷卡一次一次，你要么就买卡，要不就得充值。买卡呢，还有5块钱的押金。当然了，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营地的评分。非常庆幸能在这个营地里面逗留10天。前天和昨天呢，迈阿密呢下了整整2天的雷暴，这个雷呀，加上这个闪电啊，一下子让我们恍惚了。哎呀，这个好像不是冬天吗？它也不是这种春雷的打法，就一下惊雷，不是的。它就像火车开的，在远处轰隆隆轰隆隆响，可以响好几个小时。而且这个暴雨下来的时候啊，我们清风的这个棚啊，这个棚还是有点斜度的，完全接不住，两边漏水啊，中间还会积很大的水。但是呢，我们这个营地呢却非常好。我们这个营地呢，做硬化的地方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它做硬化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车行的路和我们房车下来的这一块水泥。所以说，整个营地并没有积水，这一点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所以说，该裸露的土地还是应该做成草地，并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院子做成硬化。等到暴雨来的时候，它就会教育你了。到了奥兰多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去往一些自己上次奥兰多并没有停留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不得不我又讲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上2周刚到达那个和平河营地的时候呢，满大街的油价呢2块7、2块8一加仑，我们都不惜得加。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的，等到我们离开和平河，来到迈阿密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周多前，我们加的油呢已经是3块1毛4一加仑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排长长的队才能加到的。前天啊，我们又去 Costco 加油了。Costco 呢，现在的油价呢变成了3块4一加仑。这里面的区别是，我们是 Costco 的3块4，并不是满大街的壳牌啊、雪佛兰啊，他们的价格，呢已经要达到3块7、3块8了。所以说呢，就这个将近10天时间吧，油价涨了差不多30%。这个时候呢，又要说了，什么是旅行的最好的时候呢？最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个人有时候并不能够控制。有些事情我们能通过认知、通过经验，能知道它的节奏，把握它的方向。但是有些事情根本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预知的。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人，个位数的人控制了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对于旅行来说，大家还是要趁早，没有什么最好的时候。你觉得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好，大家，我们奥兰多见啦！
我们已经到达奥兰多啦，经过5个小时的行驶，440公里，离开了20多天之后，重新又回到了奥兰多。现在为什么在车厢里说呢？因为外面是大雨啊！天哪，比起刚才小多了啊！户外温度呢24度，好像还有一点小闷热，可能是刚刚下过大雨的原因。在佛州行车啊，还是要有能力啊，在大雨中开车啊。刚才那个雨下的呀，就好像在洗车场一样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呀！一定要记得打双闪，否则你的后车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在佛州开车，特别是在迈阿密啊，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这个在迈阿密10天，他们变道啊，有很多人都不打灯。不打灯还算了，他们还喜欢切着你的车头变道，这个有点像在中国的行车。当然，你回到奥兰多和坦帕就相对而言要好很多。是不是因为迈阿密太热了，人都非常急躁、暴躁，或者说大城市病啊？但是呢，迈阿密在美国这个里面也不算特大型城市啊，可能城市病加上天气炎热吧，人都显得比较焦躁。频繁的变道啊，经常会有人蛇行，而且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他们超你车的时候啊，从你的车头喜欢切着过去，基本是零距离啊，这一点我们也是特别不喜欢。好，那么我就下去说了。好 ，Kevin 呢已经就位了，看，就是这么宽敞的营地。上次那个营地呢比较居高临下，这个营地呢我们就好像生活在社区里了，再也不是世外桃源了。在不远处也有一个清风，也有一个青青。刚才路过一个装甲车，没有拍到。哎呀，现在是温度是比较好的，还好我们这个朝向好像也不是特别差，开始开稳。方向还是这边是东北方向呀。啊，也是最好的朝向了。刚才落位前 check in 的时候 ，Kevin 还跟我说吓唬我说这下你要分到西南了。哎，真的进来了之后，觉得朝向特别好。看一下我们这个营地啊，经过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53天，离开20多天之后回来啊，哎，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周围呢都是满满当当的营园，就这么一个空当留给我们。我呢特别喜欢这种有生活氛围而且有生机勃勃的营地。我并不喜欢周围啊很多都是这种幽灵车，或者说这种闲置的车，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把车停在营地里面，这种感觉特别不好。这周围又都是大家伙啊，都是大家伙。当然了，奥兰多啊就是都是大 A 大5轮。大家还记得吗？就在前段时间我们在奥兰多住的时候，凯文看着那么多大车有感而发，然后录了一集视频，就是多年之后你会把你的房车更新为什么？好，到了奥兰多，今天也算是半回家了。凯文呢一脚油门啊，盲道就进入了。落位的时候啊，老外跟我说今天晚上有风暴，我也没感觉到有多大风暴，但是突然就感觉又狂风又下雨的。我说还是防备一下，上网查了一下，说今天奥兰多呀有17级大风，吓我一跳。我说赶紧来加固一下吧，我就把车上弄的这个比较沉的东西啊穿到我这个里边，
这样它就不容易翻掉了。17级什么概念呢？我刚才又去网上呢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原来也没有听说过17级风是什么概念。早上好啊，你没看错呀，我又穿上了羽绒服，轻羽绒。我这佛州的天气太深了，现在都不到10度，单位数，好像是9摄氏度。看我后边这大装甲车牛逼吧？你看这是什么拖着？像军车一样拖着第5轮，哇，太酷了！早上好啊，Melody。早上好。这回你知道外边是什么温度了啊？啊，今天是旅行的第54天。对，我们到奥兰多第2次回到奥兰多的第2天，奥兰多啊，怕我们忘了它的味道。走的时候啊是5度户外温度，回来啊现在户外温度6度7度啊。所以这也是佛州的一个特点啊。对呀、就是冬天它会有几次的寒潮。对，啊、而且就是雷暴。就我们在这儿还没到2月，啊这都3月了，还又来一次寒潮，已经历经第3次寒潮了啊！哦，这是纠正一点我的观点，我以前以为呢，奥兰多、坦帕都属于南佛州了，其实不是，只有迈阿密才是真正的南佛州。对，奥兰多和坦帕其实属于中佛州，对，对吧？是啊，就这儿和迈阿密的温度大概还要差将近6度7度。我们今天的最高温度才只有16、7度，但是迈阿密有22、23度。而且刮着大风哎。哎，我们昨天晚上把冬被都拿出来了，准备的还不够啊，真是的，天窗也忘了塞保温棉了，取暖器也没有拿出来，我感觉1秒啊又回到北佛州了。早上开了好长时间的空调，然后又把取暖器都给掏出来了。哎呀，Kevin 啊，冒着严寒啊去遛狗了，我躲在被窝里啊，我想刷手机，我手伸出来我都觉得冷。一会儿就给我冻回来了。我们今天呢，准备去奥兰多市区里面走走啊，也有可能逛逛街，也有可能看看街景。也是反正非常随意啦。今天你根本不能长时间在户外活动。Kevin 啊，和我们家宋一一样，冷不得热不得，你知道吧？他呢天天在迈阿密说，哎呀，到奥兰多1棵树都没有啊，希望天能凉快点。老天爷肯定是听到他这个祈祷了。啊！直接让他穿上了羽绒背心。那这已经低调了，早起穿的更多。早起穿那个轻羽绒遛狗都不行。弄还冷呢。啊，这就是早起什么呀？多彩的佛州啊！都8点多了还早起。不是太冷了，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被窝啊。好，走吧。好。Just to own you. They can't tell, but I love you. Cause you're loyal, baby. I love when you're submissive. You love it when I break skin. 大博物馆50美金。50美金。看这个60。这个大好。对。这不错。150，冰桶，饭盆儿。这个好，这个粉的，它还有个盖子。这个多少钱？这便宜嘞。那8折的。这个40。早上好，今天天气回暖一些了。但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寒潮的尾巴，因为像这样凉爽的天气呢，我们狗可以留在车上。对，而且对
奥兰多来讲啊，这么凉爽，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对，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0度，刚好是我的舒适区啊。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55天，我们重新回到奥兰多的第3天。今天呢，我们要去冬季花园。去那边转转。冬季花园，听说奥兰多有2个冬季花园啊。那英文上一个叫 Winter Park， 一个叫 Winter Garden。那么中文都是一样的就财富级别不一样。财富级别差很多。我们营地开过去20多分钟就有一个冬季花园。对，这个不是我们要去的，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区域，富人区。佛州啊，奥兰多 ，Costco，加油已经快4块了，3块7。那眼瞅着今天晚上、明天早上你都不知道所以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真是不是很搞得懂啊。为什么一个相差影响全球20%油量的一个通道，肯定有人赚钱了？没错，到最后还是这样，就是发那个战争财，永远有人在发。我相信这个佛州人民啊，已经很久没有见4字打头了。3块7一加仑啊，太厉害了吗？本来呢，我们想今天呢去冬季花园游览好之后回来再加的，后来想着这个现在这个油价和股票一样，我们心想还是加了吧。老百姓啊特别敏感这些生活设施，油、米、盐，所以说啊，那会儿有人说我们刚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说你不了解那个行人，你应该多了解了解。我现在每次加油我都在了解他。每涨1毛钱，我就觉得我又伟大了一次。没错啊，你几百个亿，你贴一下老百姓吧。听说现在温哥华2块1了，每升已经有2块1了。然后这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美国的加仑，就相当于将近6美金一加仑了，接近6美金一加仑了，疯狂了，疯狂。It's fine, it's cool. You can say that we are nothing, but you know the truth. And guess 这个 Winter Park 啊，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的博物馆。对，小众精致的博物馆。这个是欣赏 Tiffany 作品的一个地方啊。对，没有去欧洲，没想到奥兰多有丰富的 Tiffany 的展品的博物馆我们俩昨天晚上搜那个旅游资源的时候也是非常惊奇就是比较推荐这么一个小众的又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对，口碑又好，就是难得就是在口碑这么好的，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踩雷的它这个就坐落在这个 Winter Park， 像欧洲风格一个小镇的这个旁边那就类似于像上海的法租界就是英租界这样的一个地方。对，蛮有意思的。这儿停车还都不要钱，就是旁边一个停车楼，但是马路边也不要钱。马路边车位可能有限停车楼能停4个小时然后呢，这个博物馆呢是要花门票的。对，我们买了门票进去看看。往上看，在整一个墙中间有个小窗，小窗居然你看它这个窗花印着一个人，写字吗？做公益呢。
个小时，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精细的看，但是我们2个人应该是第一次参观这种小众的小型博物馆啊。以前净整的大博物馆，对，什么凡尔赛宫啊，什么卢浮宫啊，哇塞，都赶来赶去，真是的，哎呦，就是这里面又安静又精致哦。原来总想着上来就要把自己给镇住，镇馆之宝，镇馆之宝，蒙娜丽莎里面也有镇馆之宝，就是蒂芙尼的那个教堂，就是好像1892年的时候建的啊，还是非常非常漂亮啊，就是150多年前啊，能够建这样的东西。蒂芙尼啊，作为美国的珠宝品牌也是不容易哦，在众多那个欧洲品牌的夹击下，也能有自己的这个小型博物馆。虽然说这个并不是蒂芙尼主导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就是蒂芙尼的藏品啊，蒂芙尼的珍藏的东西。门票呢，每个人是8美金，非常值得一看。如果来奥兰多，像我们一样不去迪士尼，不去环球影城，这个博物馆一定不能错过。刚好呢，旁边就是步行街。对，我们现在呢准备回停车场接上我们的小兽医，我们就去那个步行街逛逛。Closing my eyes, feeling desperate inside my head, inside my head. But when I'm with you, all my troubles seem far. 怎么样啊，冬季花园？非常好。那个参观完博物馆，接好小送医，一路走过来，哎呦，感觉就是太灵了，有种小欧洲的感觉。然后还路过一个冬季花园的一个车站，没想到这个火车啊，像火车一样的天车，票价也很便宜。像地铁一样的火车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可能这个视线啊不在高处，所以我们就没有坐。还是双层的列车。对呀，它票价并不贵的，2、3块钱。对，而且直线去直线回。对但是它也坐不丢没有迈阿密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坐。但是参观一下这个火车站还是非常棒的，沿路走过来，那个冬季花园的市政厅就在我们边上。原来这个寺啊，就是标志物是孔雀，怪不得路过那个冬季花园的那个中央花园里面的喷泉上面也是孔雀。然后喝杯咖啡吧，不慌不忙，悠闲得很。它这个星巴克就正对着市政厅啊，蛮有意思的啊。而且这个地方我感觉啊，华人的那个浓度不高，不要太低呀。对，就是如果你不去迪士尼，这绝对是个好地方。确切讲啊，我来佛州啊，我就觉得亚裔都少。可能区域吧，我觉得这个区域更少不知道为什么。浓度比较低。如果你想看纯粹的美国文化，亚裔还是愿意集中在洛杉矶啊、纽约啊、旧金山啊、西雅图啊这些大城市。这是个旅游城市嘛，你如果不是为了服务业挣钱，可能不会选择这儿。是不是亚裔都像我一样受不了这儿夏天那么热？但是3月份的奥兰多真的不错，除了我们到的拜托，这两天是寒潮。寒潮嘛就是这样，所以说半个月前我们从这儿走的时候都31度了。对的对的。这2天是寒潮，所以那个凯文开心死了，哎呀，他宁可晚上开暖风啊，他都觉得特别灵。全佛州就我一个人对寒潮这么喜迎。后面呢，他每天迎寒潮，每天升1-2度，每天升1-2度。等到我们离开奥兰多的时候，它最高刚好啊，7天之后，对，但我们它最高就离开了。温度也没有过30。但是我们下一轮还会回到奥兰多的啊。对。有什么感想啊？哎呀，感想这个是号称美国最大的亚洲超市，
我觉得他能写出来啊，肯定是有这自信心的。然后我觉得和温哥华的大统华比，实在是有一定差距。对，首先它没有热食的厨房，没有没有现做的任何东西没有现做的热气腾腾的中式的东西。我吃那包子和煎饺啊，不知道从哪儿蒸完再拿过来的。对，是，而且呢，它那个品种要少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老百姓关心的物价，我感觉这儿的物价呢就是这样，把它的后面的美元变成加币，就是温哥华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比温哥华要贵3成。汇率相差1比1.36嘛。对呀。差距不小。就这一车东西130多美刀其实没买什么大东西我们呢是真心希望美国价格便宜，我们也能沾点光啊。但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里边还有乐队演出啊，这个钱你还没出来。你说了乐队演出，我要说了，他那个小吃广场里没有几个摊位，就那么6、7个摊位。对。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老板娘都是韩国人，没错，里面干活的都是墨西哥人。这个在温哥华肯定没有啊。对呀，因为温哥华的韩国的超市基本上除了个别中国员工之外，全都是韩国人。我们在伯恩比的那韩国城，那不要太正宗哦，对吧？里里外外都是韩国人。哎呀，经常去的那个汉拿山。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这儿真是没有竞争力啊。美国这只能证明美国人比我们加拿大人有钱。承受着这么大的物价。因为他挣得多，这也是客观的我们也不能光说他物价贵人家挣得多。我们这个旅行55天第一次进亚洲超市，就给我们俩震惊了。震惊！我估计也确实找不出来那么多韩国人在这上班但凡能找着，肯定不要那些。因为韩国人上班干活手又快，老板要求又严格。整个超市里，这个亚洲人的脸最多10%，我都不是说韩国人10%我是说亚洲人的脸。Melody 今天抽奖，公布抽奖，抽一堆方便面，抽6包方便面。估计是韩国人推广方便面的。我们常常吐槽温哥华的物价我觉得和美国比真的是。所以说挣钱的地方也是花钱的地方。开销也大。